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Linux 底层的 iptable 防火墙该如何入门，如何设置。我一开始是想跟大家分享它上层的防火墙，像我们的乌班图或者 Debian 的话，他们都使用的是 UFW，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够深入。当然我们这个 iptable 呢，还不光只是做这些事情，它还能包括转发呀等等很多更高阶的玩法。那我们往后再说。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我们 iptable 防火墙设置和规则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很有可能大家因为某些面板打不开端口没有开放，也导致无法连接各种问题，甚至包括你的 SSH 更换了端口号，重启服务器以后连不上了，那等等这些情况呢，都会在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不光是针对乌班图 Debian， 我们还会针对老的 CentOS 系统进行深入的去了解。归根结底呢，就是 Linux 底层默认是接入 iptable 的，它是融入在内核里的，我们有必要来学习一下。我这边开了一台乌班图的 22.04 还有 CentOS 7.9 的这个版本。首先我们使用 Debian 和乌班图，这台是乌班图 22.04。我们先可以去了解一下你当前开的这台机器它的防火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用这个 iptables-L 是查看 iptables 规则列表。好，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大家不要着急，现在看不懂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有3个，这是主要的这个是进站的、转发的、出站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细节是禁用的意思，那这个是放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出站流量是放行，转发这个我们一般不常用，除非你的流量传递中转可以去用到这个。进站默认的话是封锁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会放行一些重要的链条，这些链条呢都是我们上层应用介入进来的就比方说我们的 UFW 去关联到它下面的组，那下面是它这个组里包含的一些规则。因为初始 iptable 的时候不希望大家弄得特别复杂，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不看这一块。未来我们也不会讲 UFW， 介入更底层反而更简单。现在你看这个 UFW 乌班图上的防火墙规则是很多的，我们先把这个 UFW 先给卸载掉，最终还是使用 iptable 而不是 UFW。 那我们这样的回车一下，让它在机器上把 UFW 的相关软件和规则全部清除。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iptables-L， 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就已经干干净净的空了。那这样还没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它这个组还在，然后它每个组下面虽然没东西了但是还是影响我们使用。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 Reboot， 重启完服务器，它相关的一些信息呢就会被清除。UFW 它在卸载的时候呢，它会重置我们的 iptable， 就是说它要保证干干净净的 iptable 给到我们，包括你刚才入站是阻止的，它也给你开放了，就是现在入站、转发还有出站这3块都已经是畅通无阻的，都是允许状态。还以为连不上了呢。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L回车，我们可以发现干干净净了已经干干净净了。那这种状态下就是没有任何防火墙、没有任何规则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开始真正的去使用 iptable。因为 iptable 呢，它在内核的，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去操作它，去把它的规则保存，这个叫 iptables persistent， 也是一个管理 iptables 的一个工具那我们装一下，包括我们的 nano 有些系统可能没有这个 nano， 你也要装一下。好，我们复制一下这行，右键进来回车，然后就让它更新并安装。通常这2个工具呢都是体积比较小的，安装起来也比较快。这是什么情况？回车一下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担心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提示，你默认回车就可以了。每个系统可能都存在一些差异。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 nano 来到 etc iptables 下面去编辑一个配置文件。那我们把整行复制一下，好，进来回车。那现在是一个空的状态空的状态，我们就要把下面的这些内容粘贴进来。这个呢是它的表头，这个呢是它的结尾。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添进去呢？是因为让它开机自启进站我让它阻止所有的，这个是转发阻止所有的，出站所有的我们保证都是允许
在这3个基础之上，我们额外有3个规则。第一个代表我入站的时候，如果是已经跟我创建链接或者已经认证通过的，那我就允许这个流量流入。然后下面呢，出站也是同理，如果我认证通过的，我允许它出站。这个呢是包括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都会用到。如果你不配这2个规则，你从 VPS 上下载一些脚本啊，下载一些东西啊，包括你更新系统啊，都是不行的。最后的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是进站的意思 ，TCP 进站，22端口可以进站，22端口的 TCP 通道是可以进入的，就相当于我们去访问 SSH 就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规则。这就是全部的内容，我们复制一下。好，我们粘贴到我们这个 VPS 里，右键进来，我们直接 Ctrl+X+Y 回车保存。这样的保存好以后呢，我们让它生效。我们需要重置一下刚才我们编辑的这个文件我们需要让它开机自启，我们让它重新启动一下防火墙。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这个-L， 这时候规则就比较简单了。首先，我们刚才定义的入站让它阻止。这已经生效了，我们同意经过授权的入站进来，开放了22的这个端口我们 SSH， 你的 SSH 端口改了你要在配置里再单独创建一个新的端口，就是你安装任何面板，如果面板访问不了的话，就是你服务器入站阻止了，放行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重启一下，看看它生效不生效。好，此时我们机器已经重启了，我们再使用这个 iptables-L， 这时候我们发现重启以后，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了，那证明我们的规则就已经 OK 了。在我们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像宝塔也好，像我们的 Fight2Ban 拦截工具防暴力破解的这些工具，还有像我们的 Docker， 他们都会自己在这个 iptable 这个大环境下来创建规则，以保证他们对应的应用能够正常运作。就有些小伙伴说，我明明没开这个4个8的端口，那为什么4个8能访问呢？是因为你安装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为了让它能正常运作，它会偷偷的帮你把规则加进去。OK， 这个是我另外一台机器上已经运行了很多了。你看它这边的规则加了很多，去流入我们这个 HTTPS， 就是我们的44380HTTP， 加上我们这边的 Fight2Ban，Fight2Ban 它也会有一些拉黑规则，它也会写在这个地方来。它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它会在总的里头，那它就会按顺序自上而下的去读，如果发现需要开放的端口，那它就开放。出站也是同理，还有转发也是同理。那就比方说我在上面把80端口使用了一个规则给屏蔽了，但是你下面开了80端口或者开了443端口，那就没有用了，因为我在上头已经阻止你了，你在下面的这些优先级就太低了。那其实每个应用他们自己都会去共享这个 iptable 的规则的，左边括号右边括号的，这个就是 CentOS。 那我们来到 CentOS 这边，同样去了解一下它的构成。好，复制进来，我们会发现它也会有很多，看到了吗？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因为我依然会帮助大家保持最原汁原味的没有防火墙的状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CentOS 上的防火墙卸载掉，那我们直接右键直接可以去做卸载。好，这样就已经卸载掉了。卸载掉以后呢，我们可以去再看一下它的列表就已经干净了，这个不需要重启。清掉好以后，我们安装我们的依然其实是跟 Debian 和无版图类似的一个工具。我们去安装一下 iptables services。 好，右键进来回车。CentOS 上安装东西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要多等一会儿。好了，这样的我们的 iptables 的工具就已经装好了让它开机自启让它先起来。启动好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清理它已有的规则，因为我们装了这个程序，它默认还会有一些规则的，那是我们不想要的。随后呢，我们需要一行一行输入，因为 CentOS 它这边不支持连锁行，这一行呢就代表我们要放行22 SSH 入站的规则。那我们这边呢是进站出站都加一个验证，除上面以外的所有端口的入站流量，这样的保证安全性，就你谁都别想进来。这样操作以后呢，我们需要保存，这样的看到这块 OK 了吗？就表明已经写入到我们的开机自启的方案里了。好，这样的我们就把它重启一下。
-L 里头去看一下情况。乌邦图的和我们的 CentOS 这边的两边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调配自己控制你这个端口的开放情况。随着大家对iptables 的了解呢，以后遇到端口没开放的情况，以后遇到运行不了网页打不开系统进不去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开关你的端口。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关于 iptables Linux 底层的防火墙使用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这个 iptables 防火墙今天只讲了跟端口相关的，当然 iptable 还会有更多的进阶的一些玩法和技术，未来的话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欢迎大家订阅、转发、评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